全球突变，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历史名将进行自走棋对决，可华夏历史一夜消失，唯独你记得放着好端端的名将不选，从霸王项羽、江东孙策、九剑仙李白等几个名将里面选了个最垃圾的孟获，还奉为至宝，对上樱花国的织田信长、战神阿瑞斯、堕天使路西法等，完全就不够打，被打得节节败退。如今的华夏，人人都在吹捧大帝拿破仑、国王理查等西方流棋路，好端端的华夏校园内，学生们都成了西方流派的棋手，你看不下去了，当场表示要下一盘，可观众们却纷纷嘲笑，一个连棋手一段都没有的菜鸡，凭什么敢上场？而且一开局，你的操作就差点让他们笑掉大牙。放着出名的红色等级棋子，零零上架秦道龙，潘凤不选，偏偏选了个最垃圾的白色棋子诸葛村夫，大家都笑疯了。嘎嘎嘎嘎嘎！棋子的等级从低到高分为白、红、黄、紫、金，这诸葛村夫就是个白板，能有什么用？而反观你的对手小胖子，开局就从3个棋子里面选择了大家最为熟知的孟少将，其他几个分别是秦朝的蒙君侯、汉朝的樊屠夫。别看孟少将这个棋子现在才红色等级，但最终形态可是紫色棋子蛮王孟获。孟获是如今华赛仅存不多的顶级棋子之一。作为经典的蛮族流开局，接下来的回合，小胖子不进行耕种，只去疯狂生产蛮族士兵，这是蛮兵流的经典打法，在对手发育起来之前，一举拿下比赛。而反观你这边，却因为棋魂力稀少，后续几个回合只能先生产最低级的村民。可很快，观众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那个不起眼的诸葛村夫，居然在村子最中间搭了个茅庐。村民们在他的有序安排下，开始了井井有条的生产。他们建造村子的方式更奇怪，居然按照一个阵法的形式排列组合建造了8个村子。很快，蛮族大军打到村庄面前，刚开始村民在村口勾引人，牺牲了几个。可当蛮兵们冲进村落后，就开始发现不对劲了，他们根本找不到敌人，就跟进了迷宫一样。诸葛村夫坐镇在最终的草庐中，不断指挥10几个擅长奔跑的村民来回传达命令。跑得快的村民引诱小股蛮兵，然后分而击之。敌人不是踩进陷阱深坑，就是落单后被10几个村民一拥而上，根本没有正面接触的机会，数百蛮兵就死伤100多人，而且想撤都撤不出去。短短10几个回合下来，蛮兵们就损失惨重。这一下给对面的小胖子都整惊呆了。这些村民都是最垃圾的单位，10个加起来都不一定打得过一个蛮兵，但却因为诸葛村夫急于指挥一个奇怪的阵法，就把自己打得节节败退，最后无奈只能弃子投降。而这次对战过后，你也提升到了1段棋手，可以签订一名本命麒麟，你果断选择了诸葛村夫。本命麒麟的效果是每局对战一开始必然能够抽到，一战成名后，你很快接到了另一座学院的挑战，对方是精通西方流派的棋手，一上手没有召唤英雄单位，而是放置了大量的十字军信徒，更是在第2回合用强大的棋魂力共鸣抽到了黄色的建筑棋子圣骑士殿堂。棋子种类共分3类：百姓棋、英雄棋和建筑棋，这是十字军流派的核心。一经建造，你十字军信徒们就齐刷刷转化成了强力的圣殿骑士。你这次没有选择诸葛村夫，反而是布置了一群身穿黑色盔甲，手中提着劲弩，腰间悬挂了青铜剑的士兵，红色等级棋子青铜弩兵。观众们哈哈大笑，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青铜器这种传统流派？华夏的传统棋道果然垃圾。现在公认的强势阵容都是西方的战神流、骑士流，又或者是维京海盗流。你笑了，这帮无知的屁民居然不认识秦弩，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很快，圣殿骑士就发起了冲锋，秦弩兵们发出一轮轮骑射，骑士们倒下大片。不过大家都知道，这是兵种克制的原因，只要冲锋到他们面前，那些弩兵就会被无情绞杀。可当圣骑士好不容易冲到面前的时候，观众们却傻眼了。只见后排的弩兵丝毫没有慌乱，淡定射击，而前排的弩兵弃弩取剑举盾，从后排变前排。如此一来，敌人彻底绝望，只能弃子认输。这样一来，他们的学姐司马倩不服，当场提出要再来一局。她是职业1段棋手，棋魂力比你强，能召唤更强的棋子。你这边的同学都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可你笑了，那就来吧。司马倩用的是经典的西方流派棋路，一上来就布置了大量的黑暗信徒。你这边则村民棋手不急不缓地开始建造村落，随后就是本命麒麟登场，诸葛村夫。可看到你这样慢悠悠的棋路，观众们笑了。司马倩用的是大后期阵容堕天使流，你不趁着前期他比较弱打快攻，反而和他玩发育，这简直就是找死。终于10个回合发育下来，司马倩满足了召唤条件，并共鸣抽出了黄色棋子堕落天使。天使手中权杖一挥，那些毫无战力的黑暗信徒全都浑身变黑，成了装备精良的暗影战士和暗影弓箭手。暗黑大军们每向前一步，地面就会被暗影侵袭。这种碾压下，恐怕你的村民都撑不过哪怕1回合。可你呵呵一笑，在
在这轮刷新中找到了红色等级棋子传令兵，直接放在诸葛村夫旁边。这种棋子在别的阵容里是垃圾，但在诸葛村夫手上就是神来之笔啊！与此同时，他大吼一声：“8村8阵起！”一时间，8个村庄同时发出光芒，光柱冲天。任何进入8村的暗影战士都跟吃了迷魂药一样，到处乱转，就是找不到人。可迎接他们的是无数的陷阱和暗箭，战损值就跟坐火箭似的疯狂往上窜，很快就超过了一半。司马迁一咬牙，用剩下所有的奇魂力布置了4个堕落祭司，他们能够给军队提供大量的增幅。可这一下，你这边的伤亡大幅提升。司马迁笑了，就凭一个山野村夫，一堆乌合之众的村民，即将对抗我的堕天使流派，华夏的传统奇道也太弱了。可你呵呵一笑，把积攒下来的奇魂力全部注入到诸葛村夫体内。裁判们一眼定真，这小子竟然想临阵提升麒麟品阶。可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诸葛村夫这位名人，如果这下成功了，那等于华夏又多了一位和蛮王孟获齐名的强大麒麟啊！台上台下的大家都死死盯着8阵图的最中央。此时诸葛村夫已经进阶到了黄色等级，原本的粗布麻衣变成了羽扇纶巾，名字也成了卧龙诸葛亮。他羽扇一挥，8座村子连接到一块，居然真的形成了一幅巨大的八卦图。8村8阵在得到卧龙诸葛亮的重新布置后，变得更加玄妙。那些暗影战士们已经彻底晕了，很快就被分散开来逐一杀。司马迁看到这一幕，只能弃子认输。不多废话，我们直接下一场。当场表示要来一盘，可对手是职业2段的棋手冷风，一开局就放出了紫色棋子战争神影阿瑞斯。而反观你这边，因为棋魂力微弱，只是抽到一个黄色等级的蒙君侯，众人都笑疯了。嘎嘎嘎嘎嘎，这一个君侯能有什么作用？秦朝的一个普通将领罢了。可很快大家就发现不对劲，因为你的蒙君侯混在士兵里，和对方战斗的过程中，身上光芒不断变化。天啊，是临场进阶！他们都看出你想借军队力量磨练，把黄色棋子蒙君侯磨练成紫色。可很快他们笑得更大声了，就算给你进阶成功了又怎么样？如今的华夏顶级麒麟中最厉害的就是蛮王孟获，南宋机动防御大师孟拱，什么蒙姓将领听都没听过，哪有人家的西方骑路厉害？双方兵马不断交锋，可你的队伍被杀得节节败退。这个过程中你完全没有管理生产，而是纯粹抱兵顶住防线，为的就是给蒙君侯多送点经验值。第15回合，蒙君侯身上气息全部变紫，一阵光芒后气息大变，黑铠长枪正是紫色棋子副将蒙恬。他高举长枪，刚才乱糟糟的华夏士兵们瞬间结成了铁桶一样的阵型，正是极为出名的燕行阵，像一把长矛一样狠狠穿入敌人腹地。短短3个回合下来，在副将蒙恬的带领下，31座战争聚落都被击溃，顺利完成碾压。这一下给对面的对手都干破防了。华夏齐鲁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连忙用剩下的奇魂力抽了一张紫色的战争头领出来。在这个棋子加持下，原本种地的农民一下变成了战争民兵，他们不着急和你的大军对决，反而是不断打游击，蚕食你的部队。观众席上的裁判看得一清二楚，你为了刨兵完全放弃了生产，只要再多拖几个回合，大军就是无根之萍，必败。果然20回合后，你的部队在敌军阵地再无寸进，没有了后方补给，像陷入泥沼一样。你的对手冷风笑了，一切尽在掌握。可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是，有几个早在5回合前被你投放下去了红色等级棋子法家小丽，已经分散到了对手的各个村落中。第25回合，在你的授意下，蒙恬指挥着残余的秦弩大军对敌方的大本营开启了总攻。可此消彼长下，兵力差距明显，1000对8000，几个回合下来，秦弩军损失惨重，主帅蒙恬更是负伤。冷风惊讶于你这支名不经传的秦弩军强度，不过至少他还是赢了。接下来只要他大军开拔，就能一举拿下你的大本营，投降吧萧凡。大本营要是被我破了，你的本源奇魂力受损，不划算。可你还是依然默默排兵布阵。你说的没错，蒙恬要是死了，我就毫无胜算。但对不起，这局我要赢。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你再次牵引出了一枚法家小丽，这次没下在自己这儿，反倒是落在了对手阵营。观众们都笑疯了。嘎嘎嘎嘎嘎！这个萧凡居然下这种废子，区区一个法家小丽能有什么用？可下一刻情势反转，冷风麾下村落的农民们却是齐齐反水，宣布改旗易帜。眨眼间你就多了2万人的民兵，别说观众傻眼了，连冷风都懵了。不可能，那些农民都是战神阿瑞斯的忠实信徒，怎么可能会背弃自己的信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争统领被乱箭穿心射死之后，无奈弃子投降。经验丰富的裁判说，应该是之前那几个红色等级的法家小丽有古怪。果然，在赛后分析了录像后，才发现蹊跷。通过10倍速慢放，可以看到那些个书生模样的法家小丽一进村子就开始宣传。虽然有很多被杀，但剩下的还是成功将思想传播了出去。他们传播的思想很简单，只有一条：耕战军功。这条制度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思想改变，所以你最后一声令下，他们才齐齐反水。可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耕战军功制度，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不多废话，我们直接下一场。
果断出手对战英格兰流派的棋手约翰。大家看到你第一手布置的棋子后都笑疯了，居然是江东子弟，这种棋子战斗力强，但却极其松散跋扈，不好控制。果然发展极为缓慢，虽然也有村落出现，但数个回合过去都没有吸引到百姓居住。反观约翰就稳健许多，他棋魂力比你多，一上手就布置了大量的英格兰长弓手，一座座城镇被建立起来，百姓大量吸引。就这样，两边各自发育，来到了第7回合，观众们都觉得你已经没戏的时候，你在虚空中共鸣到了一个特殊麒麟，一子落下，内外皆震。原本一个个散乱的江东子弟，奇迹般转了性子，迅速集结列阵。原本没几个人透过了村落，很快聚集了大量百姓，因为那个特殊的黄色等级棋子名字叫向豪杰。裁判皱起眉头，这个向豪杰何许人也，能让桀骜不驯的江东子弟这么听话？第8个回合，约翰造出了建筑旗贵族骑士殿，观众们纷纷欢呼。虽然叫骑士殿，但却能批量训练英格兰战争体系里2大皇牌之一的重装剑士，又称下马骑士。熟悉英格兰棋路的人都已经看出来，这才是约翰真正发力的时候。果然在3个回合后，他成功牵引了紫色英雄旗王子理查，观众们纷纷欢呼。王子理查是狮心王理查的前置，只要积累战功就能加冕晋升，太帅了！英格兰棋路果然比华夏棋路猛多了。王子理查长剑一挥，浩浩荡荡1万人重装剑士部队和2万民兵就碾压而至。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你早就让向豪杰带着区区3000江东子弟越过了地图中间的大桥，背后就是奔腾翻滚的河水。所有人都以为你疯了，区区3000，就算是善战的江东子弟，也不可能打赢训练有素的重装剑士。向豪杰背水扎营，以3000敌3万，经历第一次交锋，江东子弟们的防线就差点整个垮掉。还好向豪杰一枪重创了理查。很快几个回合下来，江东子弟就只剩2000了，理查军死了3000多，可却无伤大雅。看到这一幕，不管是裁判还是观众们，全都露出了胜负已分的表情。华夏传统棋路果然还是不行。而就在此时，所有巨婴死守的江东子弟军们个个都手持火把，在向豪杰的指挥下，一把火烧掉了整座大营，连身后的大桥都没放过，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彻底断了自己的后路。与此同时，天空上出现了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破釜沉舟。约翰震惊了，这是金色的历史事件。原本普通仅有红色等级的江东子弟们，一口气升到了黄级。向豪杰也是一路突破，直接变成了深紫色等级的将军项羽，霸王枪朝前一指，给我杀！仅仅1个回合，江东子弟们舍生忘死，在付出1000人的代价后，直接把理查军都给冲烂了。王子理查更是被项羽一枪穿胸，斩于马下。反攻的号角吹响，溃败之势太明显了。约翰见状，索性连家都不守了，调动剩下的所有部队去攻打你的大本营，换家战术。他就不信，凭你那点微薄的棋魂力，在抽出3000江东军之后，还能有防守的实力。然而，就是他杀到你几乎不设防的大本营时，却发现有点不对劲，怎么这村庄摆放这么奇怪？一个红色棋子在8村中央朗声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亮！”恭候多时，正是诸葛村夫。他从容不迫地将那些江东子弟带到信使和斥候调度来去。很难想象，桀骜不驯的江东子弟不到半月时间就被诸葛村夫彻底驯服。理查经进入8阵图后，诸葛村夫羽扇一挥，两侧就窜出了大量伏兵，一时间战鼓震天，漫山遍野都竖起了旗帜。英格兰军队彻底混乱了，没等统帅发号施令，纷纷撤退。光是踩踏致死的士卒就高达上千人，在外头的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诸葛村夫哪来的千军万马埋伏？那些出现的伏兵已经是全部有生力量了。之所以战鼓震天，看起来千军万马，不过是几个跑得快的江东子弟背着旗帜在外面装腔作势罢了。约翰见大势已去，只能无奈弃子投降。不多废话，我们直接下一场。当场要来一盘樱花选手鬼刀，上手就丢出了经典棋子浪人，你却开局布置了村民，结果浪人们就去劫掠村落，大量村民被屠杀。而他们劫掠成功后还能升级，从白色等级升级成红色，完全放弃了生产。这就是樱花骑射的浪人决裂流。看到这一幕，你心中有一股愤怒，那是血脉深处的愤怒。而你在第1回合布置完村民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操作，周围的观众们都快笑疯了。你肯定是被对面的樱花骑路吓傻了。果然，华夏骑路都是一些名不经传的废物，而你却呵呵一笑，闭上眼，开始在虚空中共鸣。前几个回合不落子，就是为召唤这个麒麟，当即喊道念出一句：“10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尘峦。繁霜尽是心头雪，洒向千峰秋叶丹。”没错，有请紫色麒麟指挥千士戚继光登场。而场上的裁判们一脸懵逼，戚继光是谁？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华夏棋路里面还有这号历史名将。
戚继光来到大本营之后，第一时间没安排防守，而是立马召集了附近的精壮村民，聚民为兵。越来越多的难民抛弃家园，朝着戚继光所在奔来。可裁判和观众们都极其不看好这种无脑练兵的行为。然而，就在所有人感到绝望的时候，一股金光从大本营飘出，3个大字狠狠出现在屏幕上：戚家军。裁判们都看呆了，怎么可能？一个紫色麒麟居然触发了金色历史事件。原本那些普通的村民们纷纷削竹为舞，摇身一变成了训练有素的士兵。裁判和观众看着这新颖的武器，都有点摸不着头脑。拿竹子做武器，怕不是疯了吧？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武器正是大名鼎鼎的狼筅。浪人们的武士刀虽然锋利，但却砍不到软枝。戚继光很快开始扫荡倭寇，狼筅兵在前冲锋，长枪兵紧随左右，大刀兵接应于后。3日连战，未尝一败，斩杀樱花浪人300余，戚局瞬间起死回生。樱花的鬼刀选手眉头微皱，只是感觉大意了，但问题不大，将浪人们集合到一处，不再给戚继光逐个击破的机会。可有了只会牵使戚继光做前置，你可以在虚空中牵引更加强大的戚家军，一口气牵引300人。这下兵种配置更丰富，士兵们分为一个小队，配置如下：藤牌兵1人在前，狼筅兵4人在中，长枪兵2人，唐把兵2人在侧，火枪兵1人在后。这支怪异的军队正是大名鼎鼎的鸳鸯阵。鬼刀呵呵一笑，就这群散兵游勇，拿什么跟他的樱花骑路打？可仅仅一个交手，他就知道错了。盾牌兵挡在前，狼筅兵阻敌，挡住浪人的武士刀。长枪兵和唐把兵迅速刺杀，火枪兵时不时补刀。其实10人的小分队却能至少力敌2倍以上的浪人。一番交战下来，戚家军整体死伤不到20人，而浪人们几乎被全歼。戚继光乘胜追击，一举捣毁了浪人的大本营，站在废墟上昂首挺胸，敢在我华夏大地上杀戮劫掠，定教女有去无回。鬼刀无奈，只能弃子认输。这一场棋局过后，大家对华夏传统棋路纷纷改观。这时，人群中有一个和你一样是用传统棋路的人，对你发起了挑战。这是目前华夏顶级世家项家之人项景狂，之前就曾用过项羽棋路，这是专属于他们项家的棋子，在你之前从未有人成功使用过。他们必须探探你的虚实。对弈开始，项景狂是职业3段棋手，比你棋魂力多，一上手就布置了400人江东子弟。只要再过2回合，通过江东子弟的共鸣，牵引出项羽的前置棋子项豪杰，就等于赢了大半。轮到你这边，也同样是江东子弟棋手。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你并没有尝试去抢项羽，而是转而牵引了另一枚红色棋子韩之己郎。现场的老一辈都快笑疯了，这韩之己郎的确属于项羽体系，但这枚棋子他们尝试过开发多次，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任何开发价值，估计也就是历史上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罢了。棋局继续进行，很快就形成了韩之己郎 vs 项豪杰的局面。项景狂没有着急进攻，反而又牵引出一个项羽的配套棋子黄色等级范谋士，由此由项豪杰带兵出征。范谋士居中调配后方，迅速取得了优势。再看你这边，没有了项羽的统治，江东子弟们个个桀骜不驯。你笑了，把他们打散后和普通村民混编，然后再交给韩之己郎训练。这样一来，这支部队虽然脱胎于江东子弟，但却是韩之己郎的私兵。得到大军单独指挥权的韩之己郎气势不断上升，即将突破。你脑海中共鸣着一副大将在台前，台下数十万大军俯首称臣的场面。高帝眼中直两雄，淮阴同事与重同。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贤到考中？兵贤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棋魂力注入，韩之己郎的品阶居然瞬间突破了红色，变成了黄色等级的将军韩信。项景狂早就被惊呆了，不可能，这韩之己郎不就是一枚没啥用的废子吗？韩信进阶后，并未出征，而是开始了大征兵，并且不拘于兵员比例，尽最大可能征召。短短几回合就坐拥5000大军，而对面的项豪杰此刻却仅有2000江东子弟。项景狂看到这一幕不禁反喜，不知道项羽棋路最擅长以少打多吗？当场自绝后路，士兵们个个拿着火炬，一把烧了营帐，4个金色大作飘上天空，破釜沉舟。江东子弟们纷纷进阶，随着将军项羽冲杀而来，而你丝毫不慌，脑海中想起了对战霸王项羽的最终一战，10面埋伏，4面楚歌。作为3军总指挥的韩信，用普通士兵层层包围，彻底逼死了项羽。顿时，天空中也出现了4个大字：10面埋伏。此字一出，韩信的5000士兵没有像对面的士兵那样进阶，而是虚影重重，看起来就跟多了10万大军一样。10面埋伏，虚虚实实。项羽军一路冲杀过来，看起来无往不利，但冲杀的却都是幻影。很快，伤亡出现，破釜沉舟，讲究的就是一鼓作气。如今被10面埋伏困住，自然是再而衰，3而竭了。项家军惨败。不多废话，我们直接下一场。一开局，你以刘明棋子棋手在棋盘世界内布置了大量的流明形成聚集地，而对面的樱花选手则是放出了另外一个流派剑明。剑明虽然很弱，但特点就是数量多。第2个回合，樱花选手再派出2名丁人，如此一来，剑明村落
开始焕发生机。以这个为前提，成功牵引出了红色等级的作战单位武士。没错，他这走的就是幕府将军流。反观你这边，除了不但布置流民，还是流民，根本看不到高级兵种。小日子观众们看到都快笑疯了。习武者为俊也，我劝你们跟我们好好合作。一直到了第5回合，你连着布置了大量的流民之后，通过感应，终于共鸣到了和流民相关的棋子——白色等级英雄棋刘贤汉。这一下，无论是裁判还是观众，全都大吃一惊。华夏选手居然在如此至关重要的英雄棋方面，选择了最垃圾的白色棋子，这不是送吗？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刘贤汉一出现，那群无所事事的流民仿佛一下有了主心骨，聚集在他周围，被众人拱卫在中央。刘贤汉气势疯狂提升，居然眨眼从白色等级进阶到了红色的刘廷长，其他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棋子，居然还能自动进阶？由于刘廷长出现在场上，你的麒麟星空内出现了一个新的相关棋子，红色等级凡屠夫。就在将其打入场内时，响起了对应的介绍：楚汉争雄此歌将，貔貅对垒拒豺狼，列子有勇称樊哙，舞剑何人敌项庄。这樊屠夫一出现，刘厅长的气势暴涨，竟然直接进阶成了黄色等级的沛公刘邦。这股气势很快反哺，让樊屠夫也进阶成了黄色等级的樊先锋。裁判和观众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正是棋子间的羁绊啊！这刘贤汉和樊屠夫到底何许人也？为什么之前历史上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萧樊居然眨眼间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棋路，光有了将军还不够，对面是以发育为主的幕府将军流，还需后勤。你扶持心灵又牵引了一枚红色等级棋子萧献力，落在棋盘中，介绍语响起：地上泉流府库冲，艰难天雨碎石风。他日若任关中草，何属萧何第一功？而原先已经达到80%的刘廷长，仿佛得到什么滋补一样，直接突破到了紫色等级。汉族起丰沛，承运岳灵，手奋3尺剑，熄灭无道秦。这是紫色麒麟汉王刘邦。此时年富力强的村民们直接被樊屠夫引导转化为基础战兵，弱小一点的妇孺则是在萧献力的规划下建起村落城池。对面的小樱花隐隐感觉有点不对劲，连忙抓紧发育。他有自信，如果拼发育，自己的幕府将军流绝不会输。他最擅长的正是3大幕府中最强势的德川幕府。此时他已经花大代价牵引了他的真正王牌金色棋子东照神君德川家康，还有紫色麒麟大名本多忠胜。大军集结后，立马带着3万精锐开始往你的范围内突进。而在他的后方，德川家康则是用技能驱使大量贱民转换成军队，凭空又多出一支数万人的新军，浩浩荡荡，犹如乌云摧城逼近过来。在他们集结的过程中，你不慌不忙，继续共鸣英雄旗。汉初3杰之一的萧何已到，又有汉王刘邦坐镇，自然是共鸣出了另外一位黄色等级将军韩信。虽然没共鸣到最后一位张良，但也够了。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瞬间，大量的平民被转化成了战兵。过了几个回合后，你的城池竖着大量的军队旗，数量足有4万。同时，本多忠胜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可和韩信军接触了的每一瞬间，本多忠胜大军突然惨败，没人看清他们怎么输的。直到裁判用了比赛慢速回放，大家才看清楚，原来一直在汉王刘邦大本营整装待发的大军，实际上都是老弱妇孺。真正的精兵早就被韩信调到了战场侧翼，剿灭了隐藏在树林中的忍者部队。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麒麟韩信和本多忠胜基本是同一时间线出来的，但叙事上有先后，所以在本多忠胜出发时，韩信就已经在着手布置计策了。另外，本多忠胜为什么丝毫不执行韩信的调兵计划呢？原来在战斗开始之前，萧何已经注意到了隐蔽在城外的忍者大军，但是樱花的斥候情报大队，他却一直故意放任不管，利用忍者传递错误信息，直到将军韩信训练出了大批士兵后，即将4万精锐替换成了老弱妇孺。此刻，韩信大军从本多忠胜大军侧面杀出，一时间本多军首尾难顾，武士大军就跟消消乐一样被疯狂剿灭。其实本多忠胜被围对于小樱花来说还不算太致命，因为金色麒麟东照神君德川家康有个特别变态的技能，那就是可以疯狂将贱民转换成士兵，大量暴兵。但今天他算是遇到对手了，对面那个将军韩信补兵的速度比他还快。没错，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技能不是盖的。而且他发现韩信的兵每多一定数目，战力那是呈几何式的上涨。德川家康每次给本多忠胜送过去3万大军，眨眼间就被韩信军吃得干干净净，送多少吃多少。外头观着的樱花观众都快吐了呀，恨不得提着本多忠胜的发髻好好问问你到底在干什么。而且不只是韩信变态，作为后援的萧谋士把大营经营的跟铁桶一样，还有那个樊先锋在战场上就是一把尖刀，冲到哪敌人死到哪。这金色麒麟能力再逆天，也经不起这么糟
躁啊！直到10几个回合消耗战打下来，终于剩余的德川家康军也掀不起什么大波浪，虽然还能负隅顽抗，但已经失去了意义。小樱花无奈弃子认输。不多废话，我们直接下一场。可你却起手打出了最垃圾麒麟文状元，大家都笑疯了。这什么棋子？历史上可没听过这号将领。之后更加搞笑，文状元配上战场，1个回合不到就被对面的樱花武士给俘虏了，大家都笑疯了。嘎嘎嘎嘎，这都什么弱鸡？被俘还不如自杀算了。不过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文状元竟然原地进阶，从红色等级变成了黄色等级的囚徒文天祥。而当这些武士将文天祥带回分城内后，几个紫色大字漂浮在大营上空，诚心一片辞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大家都惊呆了，居然是紫色历史事件羁绊。等光芒散去，再注意看的时候，囚徒文天祥已经进阶到了紫色等级，送向文天祥。与此同时，他的技能发动，敌方分城居然直接变成了我方分城。接着，宋相文天祥开始行使相权，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城内百姓，直接把这处分基地给经营得水泄不通。对方的樱花选手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在后续的攻势中没坚持下来，只能弃职认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另一场棋局，你选择诸葛村夫，而对手出的麒麟则是黄色等级棋子谭将军，并用3回合将其进阶成了大将谭道济。谭道济屯军江边，不着急进攻。10回合后，你将诸葛村夫进阶成了卧龙诸葛亮，裁判都惊呆了。这诸葛亮之前干的不都是丞相位的事儿吗？怎么还开始排兵布阵了？将位分文将和武将，诸葛亮做的这是文将的布阵。对弈进行到第40回合的时候，一座大阵落成，那一刻紫气东来，紫色历史事件羁绊八卦阵，而诸葛亮也在这加持下立地进阶，变成了金色麒麟武侯诸葛孔明。这座诡异的大阵4面8方都有入口，而每个阵门前都立有石碑，分为天地风云4正阵和龙虎鸟蛇4奇阵。大将谭道济一入8阵图就感觉到不对劲，这何止8阵，阵中还有阵，共8864阵。阵法内士兵们行军、结阵、合战、射移、补缺后勤都没有任何纰漏。等他闯到第3个大阵的时候，身边兵力已经损失过半了。可就在这时，原本非常绝望的谭道济忽然领悟到了什么，不在这周破阵，突然朝外退却，随即3个黄色大字在头顶飘出。36计走为上，触发了黄色历史事件羁绊。没错，大家耳熟能详的36计起源于谭公36策，正是这位名将谭道济所著。退走后的谭道济顺利撤出八卦阵，并借助历史事件羁绊，成功进阶到了金色棋子司空谭道济。看到这一幕，谭怀对你拱手行礼，感谢萧凡兄成全，祝我晋升金色麒麟。之后的决战，司空谭道济虽然强，但还不足以破开八卦阵，谭怀弃子认输。不多废话，我们直接下一场。看到你起手打出一张白色等级的诸葛村夫，观众们都笑疯了。棋子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白、黄、红、紫、金，就这么一个最垃圾的白板能有什么用？而你的对手则是高卢的比利，他用的凯撒大地流众所皆知，大家都纷纷赞叹。凯撒大地流是出了名的大后期，成型后的罗马铁军配合战车战象碾压一切，这弱鸡的华夏骑路在他面前跟张纸一样。而你却没理会大家的嘲讽，反而是布置了大量的蛮族士兵。诸葛村夫搭配上蛮族，这组合都给大家看懵了。这蛮族骑路的上位棋子不都是蛮王孟获吗？怎么配了个诸葛村夫呢？你丝毫不慌。这次比赛地图共分3路，让诸葛村夫做了大营，在3个方向分别布置了不同的蛮族统帅，分别是上路黄色麒麟金环统帅，中路黄色麒麟目录统帅，下路黄色麒麟祝融统帅。3大蛮族统帅已出现，在他们的加持下，虚空中一枚棋子也很顺利的被共鸣出来，那便是红色等级的孟少统领。这一下4大蛮族部落齐聚，开始大量生产蛮族士兵和百姓。而在地图右侧，比利这边分别在上路和下路布置了重装剑士和弓箭手的组合。在大将的选择方面，直接牵引出了自己的本命麒麟黄色等级祭司凯撒。祭司凯撒坐镇大营的一瞬间，就散发出一股军威，顿时无论是内政还是生产速度都疯狂提升。仅仅8个回合过去，凯撒这张战线布置得井井有条，并且迅速发育出了终极兵种战争死士和魔法师，从中路发起进攻。可这对气势汹汹的终极兵种在观众眼里却没发出惊叹，而是皱眉，因为此时蛮族的蛮兵、猛兽兵和飞刀兵都已经准备就绪，凯撒大军和蛮族军队厮杀一起，虽然有来有回，却分毫便宜占不到，甚至战线隐隐有被推回来的势头。不过比利却笑了，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蛮族流的特点就是前期强后期弱，他所用的凯撒大地流是典型的中后期流派，每一次战斗都会让大将祭祀凯撒
获得晋升。就这么短短10几个回合下来，他的凯撒原地进阶，变成了紫色等级执政官凯撒。与此同时，大手一挥，技能重燃信念，一股金光从执政官凯撒身上爆发，加持到了前线士兵们的身上，战线瞬间被推了回去。而且只要敌军足够顽强，再让执政官凯撒带着部下打上10几个回合，就会进阶为金色麒麟凯撒大帝，彻底终结比赛。比利笑了，华夏传统骑路不过尔尔，他的猖狂是有底气的。此时在下路，重装剑士配合上魔法师的组合，已经兵临蛮族大寨城下了。面对漫天的箭雨和能量球，一身藤甲兵的蛮兵最先顶上，艰难抵挡了这些攻击。而在上路，整整1万的高级兵种象兵部队都已经快杀到大本营了。在这股强势碾压下，蛮族士兵们修建的防守设施跟纸糊的一样，被轻松冲散。与此同时，蛮族寨门大开，无数猛兽在统帅的指挥下杀了出来，和象兵们焦灼站在一团。这场面让裁判们看了连连摇头，这猛兽比象兵们弱多了，通常3、4头才只能换1头。华夏选手这种竭泽而渔的打法，迟早会把资源打干。不过更让他们好奇的还是左侧大军中一直尚未行动的诸葛村夫。明明在之前的比赛中，他用一手8村8阵让好多西方选手吃瘪，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消失殆尽吗？比利也笑了，嘎嘎嘎嘎嘎嘎嘎，还以为那个诸葛村夫有多牛呢，看来不过如此。我战象大军起脸，怎么输嘛？而在足足过了5回合后，诸葛村夫终于开始行动了，在他营帐中释放出了大量蛮兵和村民，分散到各路。这些蛮兵和村民一起生活了几十个回合，彼此间都很熟悉对方的文化。回到部落后，就开始宣扬起中原文化。接着，诸葛村夫亲自动身，从上路走到中路，再走到下路，在各个蛮族营寨中都逗留了半个回合左右。回合快要结束时，孟少统领带着3位统帅齐刷刷对着诸葛村夫行跪拜礼。与此同时，4个紫色大字出现在左侧棋盘上空，南府一跃。裁判们和观众们都惊呆了，这是紫色等级的历史事件啊！在这个历史羁绊加成下，原先白色等级的诸葛村夫一连3级跳，直接晋升为紫色的卧龙诸葛亮。而那3位蛮族统帅也进阶为了紫色的元帅金环3杰、巴纳洞主目录大王以及火神后裔祝融夫人。而那位孟少统领也从红色进阶成紫色的南蛮首领孟获。这一下华丽变身给裁判和观众的下巴都快惊掉了，在他们的认知中，还从来不知道蛮族和诸葛村夫能组合成这么强的历史事件羁绊。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头，卧龙诸葛亮此时并没有亲自前往前线指挥，而是返回中京大营，淡定的用传令兵给各路部队下令。首先是下路，象兵们突破了蛮族营寨，可这时突出了大量的猛兽，观众们都笑疯了。之前还数倍于这样的猛兽，也只能勉强挡住象兵，现在还来，是破罐子破摔了吗？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这些猛兽身上全都挂着浸泡了油的树枝粗布，这时候从后方射出来几支火箭，一下把猛兽点燃，变成了火兽冲击。而这股火焰顺道还把周围的树木全点燃了，原本顺从的大象们纷纷受惊，士兵们被摔下去踩踏成泥。另一边，在下路的魔法师部队也遭了殃，蛮族首领孟获带着一大队蛮兵从野区杀出，直接截断了兵粮补给和粮草，反过来从后方偷袭。一时间，凯撒各路大军乱作一团，不管是上路、中路、下路、河道、野区都被全面压制。比利人都懵了，啥情况呀？蛮族刘齐鲁不是出了名的前期强后期弱吗？怎么加了个诸葛村夫就把他给打傻了？不过这还不是最绝望的，这时候左侧营帐上空飘出了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安居平五路。裁判们纷纷惊呼：不可能，这是金色历史事件羁绊！快，立刻看回放！在回放中，只见诸葛亮安稳坐在中央大营中，羽扇轻摇间，计策已天成。就交纳蛮族，移兵止战狂，火攻乱战象，野区断法师。最后聚兵破孤敌，五路危居，安居平之。之前那个紫色历史事件羁绊，南府一跃，只是这个金色事件的前置啊！裁判们纷纷惊呼，真没想到华夏传统棋路居然还有这种打法。比利更是人都麻了，什么情况呀？还能这么玩？我的战象呢？我那么多战象呢？他一咬牙，将剩下的所有集火力全部用来建造了紫色建筑罗马万神庙。而后执政官凯撒快步登上神庙，提前进阶成了金色麒麟凯撒大帝。支持他的观众们也都松了口气，凯撒大帝可是金色麒麟，而且还拥有部分军位全能。但打脸快速到来，在左侧大营中，金色历史事件加持下，卧龙诸葛亮呵呵一笑，一束金光落下，原本羽扇纶巾的诸葛亮顿时年长许多，换上了一身丞相朝服，转变成了金色麒麟汉相诸葛亮。
还没完，诸葛亮进阶成功后，他起笔书写了好几封竹简。很快，这些被传令兵送往四方。他们每过一次蛮族部落，就会宣读上面的内容，随之那个部落的村民就会迅速转换成精锐蛮兵。而当蛮族首领孟获接到竹简的一瞬间，居然直接从紫色进阶到了金色南蛮王孟获，这给裁判们看得目瞪口呆。这都行啊？这个叫诸葛亮的棋子到底何许人也？居然能直接封出来一个金色，历史上怎么从来没听过这号人物呢？很快，最终决战开始，在凯撒大帝的统领下，无数罗马铁军簇拥了一辆辆战车走上战场。凯撒大帝身上军威散发，将军队的战斗力提升了一大个等级。他们从中路缓缓推进，很快来到蛮族城下。蛮族首领孟获拿着金背大砍刀，领了1万蛮兵开门迎敌，一个冲锋下来，杀了不少罗马士兵。凯撒大帝怒从心头起，1万人就敢来打秋风，也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刚想动手，孟获却不打了，转头就跑，只留下3000部队殿后。凯撒军立刻就追，可当他们看清这3000殿后军后，脸色大变，因为这些人身上都穿着藤甲。果然，他们纷纷掏出火折子，点燃了身上的藤甲，疯狂冲进凯撒部队中。这支自爆小队让凯撒损失了5、6千精锐亲卫，他心都在滴血啊！凯撒接下来派出了战象军团，在这张王牌的冲击下，凯撒大军顺利攻入城内。可在城内并没有太多士卒，反倒是一桶桶的火油。这还没完，还有3万蛮族大军分别从河道和野区悄悄绕到了他们后方。凯撒一口老血喷出，你这诸葛村夫真是无耻啊！来骗，来突袭，这还能要点脸吗？还好意思自称汉相？这一刻胜负已分，比利只能无奈弃子认输。不多废话，我们直接下一场。个人战中，对方选择天主耶和华，直接用信仰战把华夏人全体洗脑成信徒，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比赛。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你记得华夏历史，当场表示要对方知道什么叫做儒家文学。对，一开始艾伦起手就布置了大量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迅速进入了你的城池。这是艾伦最擅长的西方天主歧路，不用武力而用信仰战瓦解对手。而你见状，只是落下了一枚黄色等级的麒麟儒士孟轲。与此同时，也布置了大量的儒士进入对方的城市，周围的观众们都快笑疯了。西方的天主歧路一贯在信仰战上占优势，只要他们的金色麒麟天主耶和华一出，到时候敌人就会被通通转化为信徒。你居然还敢跟他打信仰战？而且儒士是出了名的信仰流废子，还有这个孟轲，历史上有这号人吗？果然，华夏传统歧路就是垃圾。你默不作声，继续布置儒士棋子，而孟轲也一早带着部分儒士进入对方城市内布置去向。接下来的10几个回合，你一直布置儒士，艾伦则投放大量的传教士，大家都像是憋着一口气。在这个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你放下去一枚棋子文状元，故意带兵去送，果然被俘之后变成了黄色等级的囚徒文天祥，接着变成紫色的宋相文天祥升级归来。50个回合过去，艾伦终于停下了布置。此刻，传教士凝聚的信仰已经足够，一个身披双翼、头发金黄的麒麟也被他从虚空中牵引出来。这是他的金色麒麟天主耶和华，伴随天主降临，权杖一挥，城内大量百姓、战兵乃至你投放下去的部分儒士都跪拜在地，表情都异常虔诚。一时间，大量的信仰之力反哺到耶和华身上，原先的双翼眨眼变成了4翼。耶和华权杖再挥，光明信徒们便齐刷刷转职成了十字军，而那些传教士则变成了光明牧师。还没完，你城内的传教士大手一挥，那些早就被中央信仰的百姓们纷纷打开城门，欢迎十字军的进入，观众们都快笑死了呀！嘎嘎嘎嘎！这个萧凡真的是天真，还以为华夏的传统歧路能对抗西方天主流，结果自己放下去的儒士都变成了对方的兵。很快，兵败如山倒。内争中，只有宋相文天强带了区区几千人死守，还好儒士的确够猛，这些平时只会讲道理的家伙，拿起剑和攻杀敌的本事却一点都不赖。而在城池摇摇欲坠之际，文天祥爆发了，挥笔在纸上写下8个大字：孔曰成仁，孟曰起义。这8个大字让原先风雨飘摇的城市守军们精神一振。与此同时，一道光柱从耶和华的大本营冲天而起，那明显是之前投放进去儒士孟轲的气息。而你也顺着这个意志，在虚空中终于共鸣到了一个金色麒麟：只身涉世慢多忧，远去时来不自由。孔子3000难辨鲁，太公80上新州。这是孔子。解说席的裁判们声音都颤抖了，这好强的气势，可华夏历史上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呀。另一名解说则是提了一嘴，数据库中虽没记载这位孔子，却有个紫色等级大司寇孔丘，和这老者有几分神似。不过那大司寇孔丘乃一员猛将，和这慈眉善目的老人貌似完全不搭边啊。孔子一出现，天下儒士仿佛都得到了主心骨，那些部分被洗养的儒士也都醒了过来，不管身处何方，纷纷朝着孔子行礼。孔子开口道：“务民之义，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之矣。此言一出，振聋发聩，所有儒士都重复这句话，齐声念诵。子曰：物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之矣。这话一出，天主耶和华仿佛被禁锢了一般，他的信仰之力疯狂削弱。这是思想的力量，信仰之力可以造神，而思想之力却可以逐神。要不是耶和华还有君权神授受到君位保护，差点都维持不住剩下的4只羽翼了。可这时，一个声音从耶和华背后传了出来，这是一开局潜入敌后的儒士孟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一出，孟轲的气势疯狂攀升，进阶到了金色等级，亚胜孟轲。孟轲朝着孔子方向遥遥一拜，误入金融义善。一语过后，他的名头彻底变成了金色孟子。他转头看着还在死死抵抗浩然正气的耶和华，再次念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儒士们齐刷刷念诵。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下，耶和华身上的全能彻底爆了，君权神权双双破碎，4只羽翼消失2只。远方的孔子淡然一笑，敬鬼神而远之。儒士们齐齐念诵。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天主耶和华身上最后2只翅膀也碎了，就连应神生退阶到了红色等级，信徒耶和华。而那些光明牧师啊、十字军啊，失去了光明力量加持，全都没了力量，这是信仰的大崩塌。甚至有不少人改旗易帜，加入了儒士阵营。那些开头还在叫嚣西方歧路的观众们，脸都被打肿了，话都说不出半句。这时孔子笑了，再次和蔼开口：仁善。此话一出，紫色等级的宋相、文天祥身上气势不断翻腾。再看的时候，已经进阶到了金色等级，忠烈文公。孔曰成仁，孟曰起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这是亡命师，让孟子更进一步，也让你顺利牵引出巅峰孔子。而孔孟2人先后对称善，从而直接助力文天祥成就了忠烈文公。此情此景已经没法打了，艾伦只能弃子认输。不过他不服气，还要再来一盘，忽略了儒士，的确是他的失误。这次依旧是信仰战，还是老套路，传教士开局。这次没用儒士，反倒是用流民旗手。在流民旗路中有很多上位，例如之前的刘贤汉，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3张绑定在一起的特殊英雄麒麟，红色等级张氏兄弟。在第40个回合的时候，流民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张氏3兄弟落到场内，将所有奇魂力注入到了其中的大哥张道长的身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一瞬间4个金色大字出现，黄金起义。那些流民们全都齐刷刷主动在头上绑上了黄金，而张道长瞬间就进阶到了金色等级大贤郎是张角。他呵呵一笑，张角请大汉赴死。与此同时，在潮水般流民的攻势下，一座座信仰神殿被推翻，一个个传教士被干掉。艾伦的光明骑士虽然强，但黄金期实在太多了，密密麻麻，杀之不尽。最恐怖的是，艾伦的信仰动摇的厉害，压根共鸣不出天主耶和华，只能弃子投降。上次输给你的比利和你再度约战，这一次一开局逆流民旗手，并且牵引出了上位棋子沛公刘邦。在刘邦的统领下，流民集合，迅速建立起了一座城池。经过70多个回合的发展，汉朝建立，沛公刘邦也进阶为汉帝刘邦，并且聚集起了相国萧何、猛将樊哙、齐王韩信这样的人才。比利则是以大祭司凯撒出手，也造了城。他选择的是建筑起罗马万神庙，聚集了大量的战神信徒，牵引出了战争神隐阿瑞斯。接着如法炮制，在其他3路依次布置了火神赫菲斯托斯、智慧女神雅典娜和海神波塞冬。4神归位的瞬间，大祭司凯撒晋升为金色等级大帝凯撒。这正是希腊棋路的王牌诸神体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局部对战了，而是大势之争。大汉和罗马帝国的战争，齐王韩信率领大军开拔，可海神波塞冬却召唤出一条长河，直接阻断了韩信的8万大军，让他身后3侧都被河水包围。大帝凯撒趁机从正面杀入，在韩信军退无可退之际，4个大字跃上天空：金色历史事件羁绊，背水一战。这一下韩信军气势大胜，硬生生扛住了大帝凯撒的军队。这一轮交锋足足打了10个回合，最终以大帝凯撒的撤退结尾。顿时大汉朝的气势疯狂上升，大势之争先下一城。可这场战斗不是普通的局部棋局，而是真正的历史自走棋模拟。在后续的战斗中，凯撒大帝开启了龟缩防守模式，任凭他韩信如何用兵，就是打不进去。棋盘世界内的时间已经过去几10年，精彩绝艳的韩信在不到40岁时就突然暴毙，你叹了口气，这就是韩信的命数，35岁命劫。按照目前大汉的大势，还远远不能逆天改命。韩信一死，樊哙接过了3军统帅，
凯撒大帝趁机反攻。果不其然，大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就在这时候，有的观众注意到，你又落下了一枚紫色英雄麒麟皇太子刘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虽然大汉开启了被动的防守模式，但在相国萧何的呕心沥血下，经济民生还是蓬勃发展。这种情况直到6个回合后，汉帝刘邦驾崩，汉朝国丧，士气一度低迷。3回合后，大帝凯撒也寿命已到，驾崩，由金色麒麟奥古斯都乌大维接任。而这期间，皇太子刘彻在老相国萧何的辅佐下，举办了一场秘密的登基大典。之后，黄袍加身，金色等级，汉帝刘彻横空出世。此时，刘邦和萧何多年的积累，已经不比历史上文景之治留下的遗产要少多少。伴随老相国萧何去世，大汉彻底进入了刘彻时代。那么，被称为帝国双臂的那个男人也应该要来了，一位23岁就与世长辞的绝世英豪。于是，你牵引了2枚新棋子，红色棋子魏歌姬和白色棋子魏家奴，观众们都笑疯了。这魏歌姬不过一枚红色棋子，这个时候牵引出来能干嘛？力挽狂澜吗？你笑了，厉害的不是卫子夫，而是他带的3S 级陪嫁大礼包呀！魏歌姬被汉帝刘彻一纸诏书册封为皇后卫子夫，而那区区白色等级的魏家奴，居然也被一纸诏令给进阶到了紫色等级车骑将军卫青，并且立马奔赴前线。而更加令大家震惊的是，紫色等级的卫青在对上金色等级的战神阿瑞斯，竟然丝毫不落下风。半回合后，一纸诏令从长安传到，卫青进阶为淡金色长平侯卫青，在接连破了罗马2道防线后，进阶成了深金色大将军卫青。观众们都惊呆了，天啊，历史上从来没见过这号猛人啊，能把战神阿瑞斯给按在地上这么打。你笑了，帝国双臂还有一位来喽，在虚空中开始共鸣。来，紫色棋子飘摇校尉霍去病，这枚棋子的出现将彻底颠覆大家对历史自走棋的概念。接到汉帝刘彻的诏书后，霍去病带了3000羽林卫北上，并没有奔赴战场，反而是沿着荒漠一路向东。按理说，这荒漠是属于地图的软性边界，平常人在这里根本无法生存。可霍去病的3000羽林骑在这儿犹如神助，2个月时间长途远距离奔袭，绕开了罗马帝国所有防线，虽然从后方切到了战神阿瑞斯的后路。这时候羽林骑只剩800，不过这也够了。在羽林骑的冲击下，战争信徒被斩尽杀绝，战神阿瑞斯信仰崩塌，直接降级为紫色，被大将军卫青仅用10几天时间轻松攻破防线。此刻的大汉兵锋已经直逼罗马的都城，感受到腹背受敌的屋大维不再隐忍，亲率罗马禁卫军迎战拖住卫青。霍去病趁机带着800羽林骑一路西逃，返回了大汉。裁判们都惊呼：天啊，千里奔袭，在敌人的腹地杀了个来回，然后还能顺利归来，这是怎样一位英雄？这才只是子阶啊！另一名裁判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少年英豪，如果这枚麒麟还能再成长，以金阶坐镇大汉30年，那罗马恐怕真的就危险了。罗马帝国的旗手比利彻底疯狂！不是800人就把我后方给偷了，然后还跑了，我不要面子打。不过只有你知道，留给霍去病的时间不多了。23岁，天妒英才，将剩下所有的棋魂力注入到他身上。与此同时，脑海中一幅画面出现，一位意气风发的英雄少年，横刀立马，身后汉旗飘飘，铁骑铮铮，脚下是无数匈奴尸骨，马踏胭脂山。风狼居胥，满腔豪情最终化作一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进阶为深金色冠军侯霍去病，没时间再跟罗马磨下去了。霍去病再次带着足足2万羽林骑千里奔袭，直奔雅典娜的智慧神域，这是一个穿透就攻破了他的神殿大本营。接着4个金色大字出现，金色历史事件羁绊，风狼居胥。这一次历史事件羁绊加持在大汉朝的大事上，让罗马帝国剩余2大神明火神赫菲斯托斯、海神波塞冬同时遭受重创，直接跌落到紫色等级。而没了神明信仰加持，屋大维的罗马禁卫军等级狂掉。这情况下，卫青岂能再给对面翻盘机会？没给屋大维操作的空间，这回合才过了2/3，罗马帝都就告破了。见状，比利弃子认输。好啦，不要小看诸葛村夫系列，到此第1季完结撒花。第1季对应小说第1卷，也就是前100章。小说的第2卷为传承之争。本作的确是一部难得上佳的作品，我读的时候有一种既享受了阅读乐趣，又得到了历史趣味的感觉。感兴趣的娘家人们可以在番茄小说手机端输入不要小看诸葛村夫自行查阅。我是周周，那我们下个系列再见，拜拜。